局呢，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呢，其实都还在出招哦。我们看到美国驻中大使就说了，中国针对美企呀，是出自于政治动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大陆制裁美光、德勤等5家美企哦，来做一些制裁，包括没有通过安全的审核啊，哦，他认为这个都是政治动机哦。那美国会反击哦，首先。会这个禁输这个输华的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到了中国的这个半导体技术，我都把你禁掉啦，以免你解放军获得优势。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呢会出招嘛可是呢。他们的做法其实中国大陆也看出来了，这是南华早报说的。他说假装对话，然后再出拳。我说我要跟你对话，我要跟你对话，可是私底下其实还是不断的在出拳，包括刚刚上任的中国大陆驻美大使谢峰，他就说了不能用去风险为脱钩打掩护。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国安，你美国重视国家安全，那中国大陆不重视国家安全吗？所以你不能当成保护主义、遏制打压对手的借口每次都拿这个当做一个大帽子如果你把国安当做锤子、铁锤你看什么都像钉子，什么都要敲下去。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贸易战没打完，接下来产业战、科技战一直不断的打下去，真的可以让美国更安全吗？这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而另外我们看看澳洲呢，现在看起来他们对外的贸易还有各种的外交的策略看起来有在调整包括你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他就说了会在某个时间点访问中国大陆希望中国大陆先解除所有的贸易壁垒那时间点现在还不知道，可是看起来中国有伸出橄榄枝，因为现在已经批准了澳洲的柑橘、核果、芒果，像这些水果樱桃进口。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 Financial Times 新的一个报道就讲了，他说澳洲的贸易部长他就跟这个欧盟在做一些谈判的时候，居然出声警告欧盟说，澳中关系已经在解冻了，我们现在不缺啦，不缺什么？不缺舞伴，感觉在威胁欧盟说，如果你不降低一些所谓一些优惠，或降低一些关税各种的优惠寄出来，我们现在有其他的舞伴了你欧洲要做出决定所以包括你看到的这些各国的这个对外外交以及贸易的调整都可以提供给这个我们台湾做参考。而中美的武器的竞赛现在正在展开，包括你看到的《猎杀红色十月》，这是一部电影超静音的磁流式推进器，现在真的有可能吗？这个是30年前、40年前的这个电影猎杀红色十月讲的是俄罗斯那时候是苏联时期的一个很安静的这个潜水艇。那现在呢，包括有报道说五角大厦已经开启相关的研究，如果成功，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安静的潜舰了那当然。我们再看看，包括中国大陆，它也不断的在精进它的国防的技术、武器的制造的技术，包括 JF-22 超高速的风洞已经通过了验收那现在甚至有专家跳出来说，有可能中国大陆的技术已经领先，而且是大幅度的领先了美国。这是来自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这是物理学家这是中国的这个官媒引述中国物理学家的说法，这种风洞可以助力研发高超音速导弹以及第6代的战机所以呢，看起来各种的这个研究人员都还在跟时间来赛跑。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的歼20中程僚机套挖式进化，可以投放自杀无人机。现在大家也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像是把这个无人机从歼20的肚子里面不断的放下来，做一种自杀式的攻击。而波音作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业的一个领头羊，它也在加紧研发多种的多功能的无人机大家都在研发这个武器，都在研发这些战机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将会发射新的卫星星座，用以跟踪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的太空威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超级大国日益激烈的太空战争
已经步入了下一个阶段了哦，从地面要打到外太空去了。我们来问问看亮哥怎么看这些日新月异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讲话给人家感觉有2种声音呐，比如说你一下又说，拜登在某个点上会跟习近平见面啊，布林肯在未来几周会拜访中国啊，那这样给他感觉是你有求于对方然后你在这边又在讲一些说你这个制裁美光啊，你如果要谈制裁啊，那谁有制裁的比美国多啊？对不对？那贸易战明明就不是拜登的政见，拜登现在也没有取消啊，所以我觉得可是双方又好像有一些议题在进展，我们不知道内容比如说东亚驻青康达也去了中国大陆，然后上次他进不去北京上次在廊坊进不去北京那这一次进去了北京，还见到了中共的副外长马朝旭，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好像有点进展可是我们不知道内容。对，然后财政部副部长也去了北京，那上个月中情局局长也去了北京。那你到底在干嘛就你现在好像听到2种声音可是你一方面又看到习近平在5月30号在国家安全会议公开说未来不只有底线思维，还要有极限思维你这底线思维是防御式的，极限思维感觉是你要出手所以我们后来就陆续看到了2个事件，就是台海那个军舰被拦阻，对不对？然后 RC-135在南海被拦阻那不知道你要干嘛，就感觉说你又不忍了，你要开始出手了，然后美国又怕出事，所以赶紧跑去跟你谈那甚至于也怕台湾出事，所以 Rosenberg 提早来台湾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说了，这一大堆中美的互动你很难从一边的逻辑来看美国是2边都有在出手是。那大国博弈都是这样，最后他们会在几个领域做交易了那可是我们都会被蒙在鼓里了，我们的这个政府也不会完全都不会知道，都会被蒙在鼓里。你会看到有很多有些冲突，有些好像在暗盘操作合作当中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被暗盘操作的对象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防止这个事情，你很难防止那我只知道赖清德今年的选情比蔡英文4年前要坏非常多了因为4年前美国是非常明显支持蔡英文的，是。那这一次我觉得有点暧昧了，否则怎么你一来你先见侯友宜呢？对啊，因为赖清德好歹也是副总统赖清德是今天见罗森伯格，我知道，可是说侯友宜排第一个嘛，对，侯友宜排第一个。这个美国人会做这样的动作，我觉得都有特殊的意义了。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他可能有一些考虑，我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你如果再搭前面的《纽约时报》，那个时候侯友宜刚出现，那《纽约时报》怎么写侯友宜？说他是一张白纸那他没有什么两岸的渊源瓜葛啦意思就是没有韩国瑜那么积极，是也没有郭台铭这么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投资部位，那好像对他有点期待，就那个 feel 嘛，是所以我是觉得台湾未来半年恐怕台美关系，尤其是两岸关系真的要谨慎不然那个极限思维的出手搞不好你会受伤，猝不及防极限出手的话，来请教吴老师。其实亮哥讲的没错当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台湾还可以有地方可以选。可是你别忘了最近布林肯一直说要去见，对，气球门之后不能见，一直要见李尚福不能见奥斯汀，所以变成说外交军事都不能见的时候，这时候美国会紧张，他很怕会出问题。所以其实今天的新闻大家有看到，布林肯说要去谈而且要谈台湾问题。对，如果美中开始交涉的时候，台湾问题他就必须要缓和下来。这为什么他要先见这个国民党的侯友宜，再见赖清德？因为当美中开始交涉的时候，他要确保台湾这个问题不会变成以前我们讲的 trouble maker。我记得在陈水扁时代的时候，我们常常被讲说台湾是 trouble maker， 对不对？小布希的。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说我们是 trouble maker。但是未来美中如果开始，我们从这个极限施压，他要开始做一些对谈的时候，台湾问题一定会被放下来，他要确保台湾不会变成一个所谓的 trouble maker。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
我们这从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各方面的竞争，科技战、贸易战什么的，现在来到一个间谍战。其实7月开始要有反间谍法，我们要看为什么美国对这个美国5大企业，美光啊卖晶片的科技啊，管理咨询公司连贝恩都被查，他是管理咨询公司啊。德勤是会计公司，对，会计公司。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对这个美国方面，特别是有情收部分，不管是科技啊、资讯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审计方面，他说非常小心。我告诉你，这不仅仅是在商业啊，在学术界也是。有许多所谓混血大学啊，没错，过去在大陆盖了很多分校，他也聘了很多美国人去当教授、讲师，那美国人后来一个个都不见了。现在还有一说也有还有是美国在中国留学生降到剩300个，所以现在是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中国还在防止美国做所谓间谍的情收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2大强权在那边角力。我觉得未来我们讲的这个极限施压，美国现在是直线施压嘛，如果中国做出极限反应的时候，那台湾还是要处于一个我们稍微被动的角色，对于台湾会好一点。是。美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只剩300个，剩300个，新闻出来了，这也太少了。可是中国到美国还有10万人。对呀，是来请教舰长，舰长你怎么看这些军事科技？是我谈一些比较军事科技的事好了。第一个，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是 CNN 报道的，他说 CNN 说什么呢？他说中美的造舰的能力已经越差越大，就是现在中国造3艘，美国只能造1艘，差很多，而且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而不是照目前的，它会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澳洲智库啊，前一阵子有公布一个，他说现在全世界44项新兴科技，中国大陆有39项领先，其中还有一些是遥遥领先。那你从这个东西，你再去看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像那个一箭26星，它这个上去能够一次发射放26个卫星，将来会更多。为什么？微型化。以前一个北斗大概跟汽车一样大。现在北斗有一天可能可以缩到跟篮球一样大，那上去还可以放50个卫星了，所以未来会越来越朝这个方面走。还有一个是 JF22的那个风洞哦，30马赫啊，大家可能对马赫没有什么概念，你知道30马赫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一个数字。如果走10马赫，它的外壳大概会2200度。像那每一次那个外太空回来的时候啊，它不是在那个什么阿波罗回来的时候，它大概是12马赫，它会形成黑障。就它外面会有一层电离层包住，所有的通讯都不通，它叫做黑障。是这个居然可以到达30马赫，你就可以知道刚刚为什么澳洲会说，你看澳洲是反中的哦 ，CNN 反中的哦，这些不是大陆的环球报。如果是大陆环球报这样讲，你听听过去算，这些通通是反中的媒体说的，你就知道中国大陆在军事科技方面真的很厉害。然后唯一的一个这里看得到的，说是美国的那个像红色列车10月的那个。超级的那个什么叫做磁流推进器，那个磁流推进器啊，30-40年就听说了。你知道很多在物理上像这些东西，我举个例子，电磁炮，希特勒时代就在做，雷射武器，你听了多少年了？最后能够变成真实的实用的东西上市的，因为在这整个过程中间，你就知道好多物理的极限它突破不了。这个东西呢，也有一大堆物理极限，所以我认为。很难实现，是这个美中的军备在竞赛。可是我们来看看，有时候他们会展现实力，也在恫吓你的潜在的敌手。我们来看看呢，发生在中俄的轰炸机编队飞行，而且是在日本的上空啊，日本跟南韩中间这里哦。所以呢，日本跟南韩都有抗议说，你们的示威意图非常的明确。这是发生在6月6号前天，有2架这个共军的这个军机从东海进入日本海，跟2架的俄军的军机会合。然后呢，这4架的轰炸机编队飞行，飞越对马海峡的上空，进入了东海这个地方4艘可以看到这4机来这个前进东海。日本发现了，而且呢他们觉得说你的这个示威的意图非常明显，并且借由外交的管道对中国还有俄罗斯表达重大的忧虑，并且持续来监视啊。韩国的国防部也提出了抗议啊。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说中国跟俄罗斯他们这个两边
边的这个实战的能力哦，或者是这个共同一起作战的能力更加的坚强了。他们准备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来共同行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共同军事行动呢，其实在2019年就开始了。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次哦，实施2天的军事联合行动。而刚刚来宾们都讲了哦，最近在台湾海峡周围发生了美军跟共军的这个包括军舰跟军机的逼近事件。我们看到的是052D 苏州号，这是来自对岸解放军的，以及美国驱逐舰中云号，前几天在海上相距不到137公尺。非常非常的近，发生在6月3号哦。可是呢，3天之后，不到72小时，我们看到6月5号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苏州号又来了哦，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航行，日本派了神通号跟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苏州号故意在日舰前进的时候，一连串的直升机起啊、降啊、航向变化等演练都在示威，都在秀肌肉。而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时间点，乌俄战争还在进行，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啊，因为战争的缘故，看起来更加紧密了哦。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贸易额也达到了史上最高点。我们来看看，这是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资料，中俄5月的贸易已经高达了205亿美元哦，增加的幅度相当的大。另外呢，中国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也发出了立即的回应，这是发生在更早之前，中共的歼16以及美国的 RC-135侦察机有这样轨切或是直切的空中惊魂，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到的中云号跟苏州号的直切啊，所以呢，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现在看起来我就直接来哦，我也不回避，你过来我家门口，我就直切轨切哦，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哦。所以呢，这个必须讲哦，都发生在我们台湾距离不远的空中跟海上。而我们来看看南海局势紧张吗？因为美国、日本、菲律宾海巡要一起首度的联合军演，这也是昨天发布的一个新的讯息。再来看看乌克兰。乌克兰昨天的一个大坝哦，这个突然被炸毁，你看到这个洪水涌入城镇哦，这个画面非常的惊悚。这是新卡科夫卡水坝哦，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水坝，据说有5座三峡大坝的水量。为什么它会突然决堤呢？是人为的破坏，可是又是谁破坏的呢？哦，官员乌克兰的官员说，它的这个灾害哦，可能比车诺比的核灾哦以来最大的浩劫，就是这一次的大坝的这个溃堤的事件。而这个包括一些良田也都被淹没了，所以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主要的农产品也应声上涨。那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大家都在问。俄罗斯说是乌克兰干的，乌克兰说是俄罗斯干的。美国怎么说？我们来听听看美国的说法。Does it seem believable to you that Russia would destroy a dam and flood ethnic Russian villages and cut off a water supply to Crimea? I mean, that doesn't seem logical. It seems about as logical as blowing up one's own pipeline, doesn't it? We've come to no conclusions on this. We're working with the Ukrainians. We'll try to get as much information as we can. 好，看到科比怎么讲？他说，他们觉得可能是俄罗斯干的，可是现在还有更多的证据还要去搜集哦，才能这个证实这件事情。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啊，这位沙尔曼啊，7年级生哦，他的这个行为哦，或者是他的外交手段非常的灵活。我们看到布林肯现在人在利雅得，可是沙国的这位王储呢，不是见委内瑞拉的总统，就是跟普京通话。有人说要直接给布林肯难看。布林肯所谓何事？他到那里去干嘛呢？哦，他们讲了一些苏丹的撤军、也门政治对话的必要性，以及抗衡中俄的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呀。我们来看看呢，它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什么？根据美国智库高级顾问高德伯格的说法是，其实布林肯此行是要劝阻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哦，这是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来问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包括我们看到南海的冲突，包括你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是不是可能我们讲了很多，他对美国现在看起来有点转向了。这个中俄会联手对日本啊，
我觉得是日本自己招惹的啦啊。第一个是日本在 G7 对俄乌，那我觉得他非常的积极啦，大概仅次于美国啊。那不止捐钱啦，也包括对于很多事务，只要美国有力有所不逮的，就是日本在从后面协助，这个让俄罗斯非常火大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俄罗斯就把海参崴这个转为中国的内贸港，然后库页岛就是萨哈林群岛也让中国工程队上去了，这个都严重侵蚀了日本常年经营的成果。那你就知道俄罗斯现在跟日本关系非常不好啊。那你既然要这样玩，那俄罗斯就对你不客气了，所以我就直接在你日本俄罗斯海演习嘛，日本海演习嘛。那跟台湾也是啊，日本跟台湾最近不是有兵推嘛，都浮上台面了啊。而且还做了40几项响定啊，虽然它主要目的是要撤侨啦，是，可是你还是谈了其他的项目啊，那你认为中国会怎么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岸田自己招惹的啦，那你怎么去平息，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应付中俄联手啦，你除非假设美国愿意介入这一局啊，可是我认为美国也不一定愿意啦啊，所以你就看你日本怎么去收拾善后吧。就是你对俄乌战争这边要这么介入吗？事实上，俄乌战争跟日本关系不大是，那主要是欧洲啊，怎么会是你日本呢？结果你介入那么深啊。那另外，我觉得俄乌战争真的这个新的状况不只是这个水坝被炸了，这个坦白讲我不知道原因啊。不过真的，它淹到了是赫尔松，对，那赫尔松有很多都是俄罗斯的农民，那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粮仓，对，所以现在当然就造成了严重问题。那乌克兰本来就有可能反攻的就是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啊，结果现在他行军就被受到阻碍啊，没办法反攻了，就到处都淹水嘛，赫尔松这一块啊，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坦白讲很难判断啦。不过美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情报啊，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因为他已经无数次的在纠正自己了，所以尤其这个科比讲话正确率不到50%啦，所以大家听听就好了。他一天到晚在修正，还有那个国务院那位非洲裔的女性也是一样，这两个人最好不要听啊，因为常常讲错常常讲错。那我是觉得像你说那位发言人是不是非洲裔那位发言人吗？对，非洲裔那位发言人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以前发言人也不会到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他是有意的在进行宣传战，那久了人家就不理你了啦，就不相信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讲日本，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北约要进入亚洲，在东京成立事务处，那上个礼拜就逐渐法国跟新加坡都表态反对，这个都是美国自己的盟友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连内部的声音搞不好都弄不整齐了。现在搞不好最挺他的只剩下加拿大还有日本，对，连英国都开始做一点调整，澳大利亚也是，所以我不知道美国这一局要怎么玩下去了。对，看起来这个澳洲调整的幅度也是蛮大的哦。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吴教授。这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它是个持久战，而且你看这个卡夫卡水坝它是可以供300万人供电的，18亿万公储水量很大，它相当于我们讲的之前在美国有个大盐湖它由它做大盐湖的蓄水量那么大，它现在把它炸了，那个水是沿着这个涅伯河上下来，然后淹到赫尔松。赫尔松其实是俄军已经撤到赫尔松东岸，赫尔松涅伯河东岸，涅伯河西岸赫尔松现在是乌克兰控制。你想想看啊，如果是俄罗斯炸的，有可能，因为他想说我阻止你往内跑嘛，对不对？可是别忘了，这个水坝是提供这个克里米亚自来水，克里米亚缺自来水，缺水。它除了靠运河运水之外，它要靠这个所谓这个水坝的供应的持续供水。是为什么他们那个普丁很重视赫尔松州这个地方，它是维持这个克里米亚自来水可以源源不断的。
然后他们想用这个第聂伯河做一个分界岭，所以我们看到俄军现在有效控制的大概是第聂伯河东岸这个地方。那你说到底是谁炸？这个是一个阴谋论啊，对不对？乌克兰说，对，俄罗斯你炸，你要害这个居民，对不对？可是俄罗斯说我们缺水啊，这样乌克兰就那个克里米亚就会缺水。克里米亚没水啊。但最重要的是，观众我们要看的是战争打到目前为止，当然他们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攻击，没错啦。打仗主要打军用设施，但民用设施攻击，而且大规模攻击，这个是首次对，所以影响到联合国他们安全理事会立刻紧急召开会议啊。中国也对这个方面发展谴责啊。为什么？战争不能打这个。对呀，这是民用设施，民用设施打下去了哈，然后水流下来淹水，会第一个人民财产的伤亡，是，再来会造成什么？生态的浩劫啊，没错，有机油往下游流啊，那个农田就不能耕作了，而且更不用讲，它一淹水，它农作物立刻下降。而且我们刚才看到新闻里面有讲哦，因为这个水坝卡巴克水坝一炸掉，很多鱼在那个水坝里面，它来不及游过去啊，游回去，它在深水区就直接淹死在那个整片上面。所以联合国说，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浩劫，也是生态上的浩劫，甚至可比这个车诺比核电厂啊。对，发生这个，自从车诺比核电厂发生之后，天然灾害这个可能算是最大的。那未来会不会有类似这种攻击所重要设施？我想战争的持久性，双方为了快速结束战争，各种手段都会使出来。特别我们注意核电厂，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未来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俄军跟乌军他们双方达成了共识，现在俄军有效控制扎波罗热核电厂啊，然后乌军也说好，你控制没关系，我们不会动它。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个核电厂进行攻击？因为扎波罗热是控制整个乌克兰发电非常重要的地方。是，所以战争之可怕就在这里。来进一下广告。请教舰长，是我以前不太关心这个国际战略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担心两岸打仗，所以我开始越来越花很多时间在关心这些事情。然后我关心的越多，我越发现这个世界有一些有名的战略专家，他真是厉害，眼光看得远，判断之正确。那美国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战略专家，一个是这个基辛格，但是基辛格在美国算第二咖，最厉害的，大家上网看一看。布里辛斯基，他在很长的时间在美国是在决定美国的战略哦。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设计把苏联拖垮。那当时所建议的方案就是一定要诱使苏联出兵波兰。然后苏联后来真的被他诱使的出兵了。他出兵那天，你们去看看那些历史记录。出兵那天他正好不在 DC。他兴奋地打电话到总统办公室，苏联打波兰了，打波兰了，果然把他给拖垮了。然后你再看他对美国战略100年的规划，中间他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永远不要让中国、俄国、伊朗这3个国家结盟来跟我们美国唱反调。今天实现了。后面这些年轻的人真的没有记到历史的教训。所以他们真的现在就是最怕的一个大战略，居然是实现了。接着我来看从这一次的那个苏州号不是切这个中云号吗？是，就是这个事件的充分体现，就是什么东升西降。他们一结合起来，你知道他们3个真的开始可以不怕美国喽。然后那天我是那个舰长我看那个图，那个一艘这么新2年的7500吨的神盾舰，中华神盾舰，你知道多厉害的一个舰？唰，你看看那个舰尾的尾机，那个速度唰过去，然后同时之间从美国那个船上看过去那张照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船头锈迹斑斑？我是那个舰长，我那天看到那里这样走过去，我只有一个很心酸的感觉。你说这个东西，我们美国何曾几时这么的吃瘪，从来没有过。美军走遍世界，打遍全天下，没有人怕的。就那天我就看了一艘这么新的一艘2年的蓝宝坚尼冲过我美国的一艘老福特的前面，然后我就只能看到，我们将来会追过他们吗？好像不太可能。刚刚我说过，两边的造舰差距越拉越大，这是 CNN 讲的，不是我讲的。
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大家好。以及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啊！之前不断的有人在喊蓝白合，蓝白合喊的震天嘎响，现在有没有可能变成白吞蓝呢？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白色的力量已经无法忽视了。我们先来看看呢，陈玉珍讲什么？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哦。他说啊，现在已经有蓝营的支持者表态要投柯文哲。今天gay 啊，有可能吗？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民调，的确柯 P 已经站稳2成，撒卡都的态势已经成型了哦。包括我们看到最早的民调，也就是5月17号侯友宜被征召之后的2天 ，TVBS 发表的民调，侯友宜还是第1名哦，他是30%的支持度。不过柯文哲也有23%，而6月6号公布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柯文哲来到了25.5%哦，还是第2名。汇流新闻网的民调同样显示柯文哲哦有24.9%的支持度哦，所以现在已经完完全全不能忽视这一股白色的力量了。所以蓝白合还是白吃掉蓝呢？哦，这可能都在未定之天呢。我们再来看看一大堆哦，在这个网络上有很多的截图，因为很多支持者蛮焦虑的，包括有一些韩粉就说啊，我们韩粉不见得是蓝军哦，没有必要含泪投票。讲的是谁？哦，讲的是他可能不想投给侯友宜哦。他说啊，我是韩粉，我全力支持柯文哲。包括你看到有很多像这样子的一个留言呢、必须讲啊，过去呢深蓝这一块，或者是很支持韩国瑜这一块哦，现在看起来没有回流哎，反倒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流去柯文哲那里了吗？哦，我们再来看看柯文哲自己也主动出击啊，他在拉拢这些蓝营的选票，包括你看到他最近的一些言论哦，提到两岸议题，柯文哲讲，如果我当总统哦，我会问中国说，你的9·2共识的定义是什么呢？哦，大家现在不往来哦，都不沟通，这比吵架还要可怕。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柯文哲的主张是什么？他说我们要盖这个金厦大桥啊，把金门跟厦门连在一起。盖好之后，金门人出国直接去中国啊，哦，这个义安国际机场，他觉得这样很好啊，方便两边的人民往来呀。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柯文哲讲了，他在他自己的国政白皮书上面说，要延续大国等距，重启服贸谈判。必须讲哦，讲得蛮清楚的，这些都是目前我们看不到侯友宜阵营有任何论述的地方哦，所以蓝营才会集体焦虑。我们再来看看郭台铭跟侯友宜啊，有这么一段情吗？哦，这个是手牵手一起看海。所以某种程度也可以看到一些郭粉哦，也转向跑去支持这个柯文哲，而且郭柯两个人有很多想象空间呐，手牵手在一起。另外，对于核能的态度哦，那柯文哲蛮轻巧的哦，现在看起来对于反核的态度也转弯了。他说哦，这个520哦，这个他讲过，明确主张现役的核电厂延役哦。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侯友宜这么清楚的论述，他只是讲说要有核安，以及核能是我的能源配比的选项之一，感觉还是比较模糊一点点啊。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柯文哲左右逢源吗？有人讲你左右摇摆啊，你投机哦，也会失去一些票。包括呢，他跟绿营这边靠拢，他在日本见了谢长廷。谢长廷，这必须讲他在蓝营的支持者里面，看起来他仇恨值是比较高的哦。那他公开挺过核食嘛哦，那他也讲谢长廷是他的人生导师哦。他见了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这些在深蓝的族群里面，恐怕都不是很受欢迎的人物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柯 P 也讲过说，日本人能够吃啊，没有理由台湾人不能吃。包括核食的态度哦，有一些绿营蓝营的朋友也觉得不是能够苟同。还有呢，钓鱼台主权这件事情，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柯文哲在这个日媒 NHK 专访上头这一句话也引发了争议。他说台湾渔民不是要钓鱼台的土地只是要在那边打鱼要捕鱼那很多人说才不是，怎么会这么讲呢？你对于主权或者国际议题太过轻率，
太过草包，也有人这样批评他啊。所以这样子一来一往，我们刚刚讲的，一方面拉拢蓝营，一方面又把蓝营的票往外推，所以到底他能不能够抢到蓝营的选票呢？哦，这还是一个问号。而另外，我们看看赖清德他的两岸主张哦，很清楚了哦。不过昨天他的一番引述啊，拿三国来引述，有人觉得你隐喻失当哦，包括他引赤壁之战哦，谈中国威胁。他说啊，周瑜是正确的，如果投降的话，历史就会改写。他想要说的是，台湾绝对不可能也不行投降啊。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他说啊。面临到中国威胁，台湾意见不可能一致。有人说还是讲和好了，可是中国就会要求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啊。后来历史上证明，讲的就是三国嘛，周瑜是正确的。如果投降的话，会帮助曹操打刘备，历史就不是这样写的。可是网友就说了，可能赖清德没有把三国读完，因为三国的结局是什么？三国的结局是最后东吴打败了曹操，让东吴保有半壁江山。可是最后三家归晋，司马氏一统天下。他在暗喻，司马也是曹操的。他在暗喻台湾要被统一吗？哦，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赖清德你历史没有读好，你三国没有读透啊，所以有时候要做一些历史的隐喻啊，或历史的比喻，还是要非常小心啊。另外，我们看看呢，两岸交流，那当然是疫情之后大家在关心的。那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民进党对于两岸的交流还是充满了政治考量呢？举一个例子马英九前总统他就邀请陆生来访。用的是马英九基金会的名义，可是陆委会居然跟他们讲说，你不要送件了啦，因为也不会过啦，这是萧旭晨转述的那马办，你知道马英九他非常心心念念两岸交流嘛，他就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亲自去跟邱泰三说明，陆委会主委，我可以去跟他讲呀，他愿意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蔡政府是不是嘴巴上说要两岸交流，可是不愿意让两岸的陆生交流呢？嘴巴说一套，身体实际上又不一样啊。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两岸兵凶战危这件事情，过去2年、过去3年，大家都在担心，国际也都在注目。而有一项最新民调出炉了，美国会不会出兵援台有30%民众说可能不会来这是国防院委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电访的调查显示，有55%的人认为会，美国也来，美军会来，37%认为不会那另外呢，如果美中两强为台湾起冲突，欧盟有11个国家做的一个联合民调，有62%的欧盟民众认为我们不要介入，我们来做闭上关这个是我们看到的2项最新的民调。我们现在问问看亮哥你怎么看？包括蓝白合现在已经变成白要吃掉蓝了吗？这也不能这样讲啦。我觉得台湾本来就有很多选民是中间偏蓝、中间偏绿，那是让蓝或绿的意识形态没有那么鲜明啊。所以，因为那个柯文哲为什么看起来比侯友宜有优势啊？因为我们一般要集聚选票，你大概要做2种事情嘛。第一个就是你的政策对比非常的鲜明啊。那事实上，民进党长期以来政策都很鲜明的啦，比如说反对9·2共识、主张非核家园，这都是非常鲜明的主张。那侯友宜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反对这2个啊，因为他到底要不要核电？好像他又要非核家园。就是你如果要作为一个反对党，你就要明确讲，你非核家园就是做不到，世界潮流就不是这样。日本、韩国都要核电，台湾没有理由不要核电，你就要非常鲜明啊，要大声讲出来。本来就是啊，两岸也是嘛。比如说柯文哲，他敢讲我要服贸谈判这是多鲜明的对比啊。那侯友宜就看不到嘛，这是一种就是叫做政策的对比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不断的在攻击啦，就是他的竞选团队已经进入作战模式，所以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柯文哲的2分钟、3分钟的短片，我每天都会收到5、6个啦。对，那就是柯文哲不断出来讲话嘛，比如说连那个钓鱼台这个事情，这个明明就是侯友宜可以讲话的，结果变成柯文哲是主角，你知道吗？那他每天都在攻击执政党，对，所以人家就会不断的
这支持你的人就会不断的聚集了，然后发散，会帮你发散出去，那你就会扩张嘛。侯友宜人家要帮他剪出来攻击的片子，还剪不出梗，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侯友宜自己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你的政策对比就是没有旗帜鲜明嘛，你这样像在野党吗？就柯文哲比你像在野党啊。那第二个就是柯文哲已经进入作战模式啊，他每天都在攻击啊，每天都有2分钟、3分钟的片子到处撒，所以韩粉很多都是网红嘛，那人家看到可以攻击执政党的东西，他就拿去分啊，因为有流量嘛，对不对？因为我坦白说，赖清德没有那么强啦，小英是58% 的得票，赖清德到现在没有超过41%，表示他已经失去很多选票了，失去17%回不来。那你去想一想，他流失的选票在哪里？就是你批民进党就会有人要看嘛。对。那结果你侯友宜都没有声音，你要叫人家怎么帮你呢？是。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侯阵营出了严重问题，包括候选人，包括他的竞总，都出了严重问题嘛。他们2个人完全不像在野党，完全没有进入作战模式嘛。不管是竞选总部，不管是侯本人，都没有进入作战模式啊。对啊。你看亮哥刚刚一骂侯友宜就发声明了，侯友宜说钓鱼台就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没有退让的空间。前子这个我早就看了啦。哦，真的吗？声明没有用，没有用，你要出来接受访问啦。现在这个时代是影音时代，不是文字时代。要不然就录一段影音啦，给大家来播送也可以。本来就是这样啊。对，所以你必须要有摄影队啊，随时帮你拍啊，帮你丢啊。你要自创平台啊，要有一堆网络的网红帮你推啊。我跟你讲啊，那个报纸的东西现在影响力非常小，是文字的东西，文字的东西超过500字就没有人要看了，是，所以都是看影音啊。对，那他的影音的公式距离柯文哲太远了啦，太远了啦。所以你看到的包括两岸的问题啊，亮哥你再阐述一下哦，包括我们看到赖清德讲赤壁之战，他到底有没有隐喻适当呢？这个没有人会跟他讨论，没有人会跟他讨论，大家还是会用他讲的比较血淋淋的话啦。他前几天讲那句话，国民党就很容易批评了，结果侯友宜也不讲话。赖清德说什么？他说如果接受9·2共识，中华民国就准备被消灭。这样够赤裸裸吧？结果没有听到侯友宜回应呢。那你到底在选什么？我怎么知道？因为柯文哲对9·2共识是模糊的。他主张9·6共识嘛，9·2共识是你国民党的主张啊。柯文哲最新的说法是说他会跑去中国问，也不是跑去中国，他会问中国，因为他觉得不清楚。你也9·2共识是跌公啥啦？定义是什么？要讲清楚啊。所以他现在表面上是讲9·6共识，那9·6共识根本不是两岸共识嘛，是那是台湾自己的共识嘛。所以事实上他没有两岸方案，可是他勇于提出主张，比如说金厦大桥，我愿意盖；服贸谈判，我愿意谈。这个也是一种两岸政策啊，不一定要回到两岸定位啊。是啊，那两岸定位是国民党的牌啊。结果赖清德讲到那个份上，说接受9·2共识，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你侯友宜没有声音呢。这个就是没办法他的问题。来，振辉，是我这个不像亮哥是选举专家，我讲一个我旁观者的一个大原则。是，各位观众，我请问你们一个：你们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吗？你们希望这一批人继续带领台湾走下去吗？你们希望慢慢的真的发生战争吗？如果你不希望，这时候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柯文哲，我请问你，柯文哲是不是就是台联的李登辉在世？整个党就是靠他一人独挑大梁。那我很喜欢柯文哲，我告诉你，我非常欣赏柯文哲，他是一个很好的议员，他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立委。马马虎虎的市长，他不会是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能这么的心直口快，你要统领的太复杂了。好比说他一上任说这个大巨蛋今天怎么样？原来4、5年前就要落成的，到今天呢？我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他很好，我喜欢他，但他不适合当中华民国的总统。那接着我要给侯友宜3个建议。我是外行，那个侯团队，你听到你们自己去想一想。第一个，
我跟你讲，民进党对选举哦，就是抱着那种革命军人作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精神。他们讨论起这个的激烈的程度，然后柯文哲也说过，他们这个总统的共犯有6000多个，这6000多个就是他有很高的薪水，而一旦赖清德落选，这6000个人基本上统统要失业。所以你去想一想，他们会如何的拼命？那我再请问一下侯友宜团队，你们有抱着必死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这种心情吗？还是反正落选了，我们还可以回台北市、新北市政府继续，都还有一些不错的，然后能赢当然最好，但是败了也没什么。如果你抱这种心情，我先跟你们讲，你们基本上已经败了，这是第一个，你要跟民进党一样要拼命。第二个我要讲就是我上一次的这些2个党的民调，就在选择谁要出现的时候，一个是徐小新跟费鸿泰，一个是王世坚跟何志伟，这2个的时候，一个是徐小新出现，一个是王世坚出现，他充分告诉你，现在的选民不管老少都喜欢直球对决，不要讲的转个半天，大家讨厌这种心口不一的政治人物。第三个，我特别要奉劝侯友宜记住，你最大的原则做你自己，你相信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决定要怎么样做你就怎么样做。你知道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因为我每一次听完他讲完的话，我就觉得那就是他心里话，他没有在讲假话。然后我再说一次侯友宜是我这3个里面，我坦白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一定投他，因为这么大的局面，你要放弃小我，是大局为重，是拜托各位了。这个珍辉上校现在已经掏心掏肺了，直接在谈话。来，老师，这个柯文哲的两岸政策蛮厉害，他知道说9·2共识在台湾里面没有共识，所以他说9·2共识要问对岸，他就把球丢回去嘛。这个很简单，这是 two level game， 我们的双层理论政策。台湾这个我们没有共识，丢回去，我问他们，问完了再来，他要先想赢了选举，有了话语权，再来讨论9·2共识。96没有共识啦，9·2共识这个问题，未来还是3大党会去讨讲。柯文哲讲大国等距，其实他是要玩避险，国际关系里面讲避险。不过早期我们讲大国等距，是因为中华民国那时候我们实力够强，而且美中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所以我们讲那个台湾那时候我们讲的是枢纽。才能等距就在2个之间保持一样的距离。问题是现在美中竞争这么激烈，台湾我们很难去维持这个等距的关系其实避险是我们现在国际关系讲如何去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台湾是必须在美中2大长强权之间很快的在那边游走的，是移动的。所以这个避险跟等距的观念还是有差别。所以柯文哲，你的两岸政策要特别与时俱进一点。我们讲的枢纽是可以保持等距，但是避险是很难保持等距。这一点是未来台湾在美中2国之间如何明哲保身，维持有独立作战跟独立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要的。东南亚国家也讨论避险，台湾未来也要讨论避险。问题是东南亚的避险跟台湾的避险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我要讲赖清德和平保台，最后是我要问的是和平保台，和平是手段还是目的？感觉他是讲用和平来当做一个手段，是。如果你用手段是跟对岸讲和平吗？你会这是跪舔如果你讲和平是跪舔，那如果你和平是目的，请问赖清德怎么样达成和平？是经贸和平吗？是所谓民主和平吗？还是什么和平？你讲不出来嘛。所以这个和平到底是什么东西？也是很模糊。它也是很轻巧的在做一个模糊的一个策略观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看仔细看明白，尤其是中美角力。完完全全牵动到我们2024的这个选举。